河边有一位绿衣女子正在洗衣服。御史大人车子走的那条路正好离河边不远，能看到绿衣女子。绿衣女子看起来很年轻，很漂亮，头上微微出汗，纤手白嫩嫩，十指如葱。这一幕真像是再现了当年在河边浣纱的西施。御史大人看到之后，一下子就被绿衣少女吸引住了。他停下了车，然后靠在车子边上，静静地看着少女。少女听到车子动静后，偷偷看了一眼御史大人，发现是一位男子后，脸上红了，赶紧低下头继续洗衣服了。御史大人想要再看看少女的脸，但是少女却一直低着头。她灵机一动，开始大声地吟诵诗词。没多会儿，说到了苏轼的《蝶恋花》词。这词的上半部分最后一句话是天涯何处无芳草。于是大人就反复地吟诵这句话，声音也越来越大。他希望少女能够注意到自己，他甚至还想，如果少女愿意的话，他愿意把少女带走。能和这样的美人双宿双飞，他就算不做御史大人也心甘情愿。但是无论御史大人怎么说，那少女都再也不抬头了。等了好大一会儿，御史大人无奈，只好继续上车出发了。到了晚上，御史大人找了个地方住下。吃过饭，他躺在床上，刚靠近枕头时，忽然闻到枕头上有一股异香。这种香味似乎是少女的体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正在奇怪的时候，御史大人听到外面有人敲门，于是他让仆人去看一看，到底什么情况？是谁大半夜来拜访？仆人出去一看，发现是一位少女，穿着深绿色的衣服，特别漂亮，特别美艳，简直令人神魂颠倒。仆人问少女叫什么名字，来这里做什么？少女并不说名字，只是说白天和御史大人有一面之缘，所以特意赶来，希望能够服侍御史大人。仆人听到后还以为御史大人叫少女来的，他不敢耽搁，马上请少女进来了。少女到了御史大人的房间后，仆人悄悄出去了。御史大人看到少女后，顿时心花怒放，原来这少女不是别人，正是白天他看到的那位在河边洗衣服的绿衣少女。少女也不说话，直接就到了床上坐着。御史大人一看，也不再犹豫了，直接吹灭了蜡烛，然后拉着少女上床了。两人一夜欢爱，当真是像恩爱的鸳鸯一样快活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少女起来穿好了衣服，也不跟御史大人打招呼，悄悄的就走了。御史大人以为她不好意思留下，也不再挽留，然后任由她去了。这也很正常，毕竟那个时代可不允许这样。当天御史大人没有继续出发，他总觉得少女还会来找他，所以他要留下来等待。到了夜里，果然那绿衣少女又来了，仆人赶紧请她进去。于是从那天开始，少女每天晚上都过来找御史大人。御史大人也没有继续出发，每天和少女恩爱，一连3天都是这样。起初仆人没有觉得什么奇怪，但是这一次
等少女离开后，他发现御史大人的屋里有一股怪味。再后来，少女每次离开的时候，御史大人的房间里总是有一股腥臭的味道。仆人很好奇，还以为有死老鼠。仔细打扫房间，发现屋里没有什么小动物尸体。他问御史大人，御史大人却说没有，自己没有闻到。仆人觉得更加奇怪了，叫来其他人问，其他的仆人都说闻到了腥臭味。仆人开始隐隐觉得这个少女可能不是人，不然的话房间里不会那么腥臭。不过御史大人总是说自己没有闻到臭味，仆人也不敢勉强。他和其他仆人一商量，决定找一位高人来看一看。趁着御史大人睡觉的时候，仆人找来了一位道士，跟他说了一下大概情况。那道士到御史大人的房间门口，用鼻子用力地嗅了嗅味道，忽然眉头一皱。道士拉着仆人到了一边，小声地告诉他，来找御史大人的那位绿衣女子果然不是人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她应该是蛇精，所以身上会有腥臭味。既然她穿着绿衣，只怕是青蛇成精。仆人听到后大为惊恐，问道士该怎么办。道士想了想，叫仆人找来一些棍棒，发给所有的仆人一人一根。然后他从怀里拿出一些符，在所有的棍棒上都贴了一张符，并告诉所有人，如果那位女子再来，就用这些棍子打她。仆人很不解，问道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那道士笑着说，其实也没有什么，你家大人看到那位绿衣女子的时候，被这只青蛇精看在了眼里。青蛇精知道你家大人爱上了那位绿衣女子，但是绿衣女子不喜欢你家大人，所以青蛇精便有机可乘了。否则你想一想，一个弱女子能到这个地方来吗？她若不是为了采阳补阴，只怕你家大人就要被吃了。听到这里，仆人们都恍然大悟，他们点了点头，谢了道士，毕恭毕敬地送道士离开了。然后所有人都在静静地等待天黑。天黑之后，那绿衣女子又来了。刚一进门，仆人们趁她不注意，就只顾用棍棒打她。绿衣女子抵挡不住，很快现出原形，果然变成了一条大青蛇。大家一看，这条青蛇足足有1丈多长，比人的身体还粗。好在仆人们听了道士的话，倒也不怕，于是继续打青蛇精。青蛇精想要逃跑，但棍棒上的符文无形之中形成了法力之网，困住了他，任凭他怎么努力也逃脱不掉。很快青蛇精被打死了。御史大人本来在房间里，听到动静后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推开门一看，只见院子里一条巨大无比的青蛇精躺在地上，鲜血淋漓，已经死了。仆人们都拿着棍棒，棍棒上还有贴着的符。御史大人看到这一幕，满脸羞愧，他这才知道，原来此前和自己欢爱的女子居然是青蛇成精。他接受不了这个打击，加上惊吓过度，直接往后一摔，倒在了地上，
四肢抽搐，口吐白沫，双眼泛白。醒来以后，御史大人就病了，嘴里一直念叨着：好可怕，好可怕，我会不会死，会不会死？仆人安抚他，但没有任何效果。几天之后，御史大人在惊恐中死去。随身仆人一看，只得跑去附近的官府说明情况。有几个仆人已经吓跑了，临走时还说贪财好色，果然没有好下场。